美國瘋狂借錢，國債突破新高35兆嘅美元。$35 trillion in debt. $35 trillion. $35 trillion. 單3個月，呢個債務就多咗1兆啦。如果將佢所有嘅債務平均咁分，每一個美國嘅家庭咧就可以買到一間屋啦。BlackRock、美銀、JP Morgan 嘅 CEO 紛紛都警告美國嘅債務問題將有一個嚴重嘅後果。去到2027年啊，美國嘅國債將會去到歷史新高，破埋2次世界大戰嘅紀錄。賓夕法尼亞大學就指出啦，按照咁嘅走勢，美國得翻20年嘅時間去解決呢個債務問題，否則就冇辦法避免呢個債務違約。唔單止美國，全球呢個國債危機都去到呢個200年以嚟嘅最高峰 ，Debt to GDP ratio 去到接近100%。過去60年以嚟，全球超過一半嘅政府咧都曾經違約，面臨甚至已經破產。如果 Ring 每個月嘅收入得1萬，但係支出已經去咗15000，多出嚟呢5000呢就叫做赤字啦。Ring 為咗去填補呢個赤字，就需要借錢，於是佢就向朋友咧寫一張借條，佢就承諾啦，喺一段時間裏面咧一定還錢俾你。呢個方法即是國債啦，所以國債就係政府用嚟填補開支嘅其中一個重要手段。世界經歷咗大大小小嘅天災人禍，政府為咗要應付呢啲經濟難關，不停加支出，亦都令到全球嘅債務不停增長，10年以嚟咧已經上升60%啦。發展中嘅國家嘅債務增長更加快，同期增長超過200%。以美國為例，自從01年之後，年年入不敷支，赤字20年以嚟升咗4倍。喺經濟危機嘅時候咧，美國就借得更加多錢，譬如08年嘅金融危機、20年嘅肺炎疫情，赤字增加，借錢越多，要還嘅利息就更加多啦。仲加埋一啲龐大嘅支出，點樣計都見唔到美國會還得晒喎。點解全球政府會選擇借錢救經濟，冇其他方法咧咩？第一個原因就係借錢比加稅更加容易令人接受。好簡單，如果政府突然之間又要加你稅，邊個會開心啊？但係如果政府向出面嘅人借錢，對你冇即時嘅影響，俾我都叫你借啦。不過更加重要嘅係佢哋嘅財政政策。時間翻去呢個1930年代大蕭條嘅時期，宏觀經濟學嘅始祖 John Maynard Keynes 咧睇住美國嘅經濟大蕭條、經濟沉底，佢又覺得啦。呢個問題係出於呢個政府唔肯使錢，因為當經濟唔好，啲人就會儲起啲錢，唔願意消費，導致呢個失業率上升，亦都令到呢個支出減少啦，形成呢個惡性循環。要打破呢個循環，佢就覺得政府要使錢去抵消呢個私人支出嘅下降，主張政府喺經濟蕭條嘅時期咧，大力咁樣使錢，冇得慳。啲美國人聽完就覺得好有道理啦，尤其是喺羅斯福總統新政 New Deal 嘅時期咧，成個政府都行佢呢套經濟理論 Keynesian economy。但係去到70、80年代，美國發生嚴重嘅惡性滯脹，即係通脹飆升加失業率高企，令啲人開始懷疑成套嘅經濟學理論啦。嘿，點解政府花咗咁多錢，經濟都冇起色呢？因為啲人開始預咗政府會出手救經濟，於是咧就攞住啲錢唔使，啲商家咧又提早加價，因為大家都預知到政府會做啲咩，結果就令到成個刺激政策失效。呢兩段影片咧有更多70年代咧滯脹嘅內容噶啦，由嗰時開始，美國嘅財政政策咧就轉向呢個新自由主義，即係咧政府減少干預市場，盡量唔去做呢個財政刺激政策，大減開支。歷史上面好多國家都因為呢個債務危機而被逼要用呢個新自由主義，例如希臘本身就係行呢個 Keynesian 主義，政府係一個大花筒。去到2010年債務危機爆發，得返 IMF 同埋歐盟願意繼續借錢俾希臘，但係有條件嘅，就係要希臘大幅加稅、大 cut 開支。即係行呢個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啦，呢個政策令到希臘避免即時破產，但係亦都令到咧佢哋嘅經濟同埋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去到1980年至到2020年咧，美國基本上係行呢個新自由主義嘅，不過喺呢個經濟衰退嘅時候都會用翻呢個 Keynesian 嘅政策，譬如08年嘅金融危機，所以美國係行呢個混合政策。2020年疫情爆發，可以話係 Keynesian economy 嘅重新崛起。Donald Trump 同埋 Biden 咧都大方咁樣派錢救經濟，令到政府嘅支出爆炸性咁樣上升，所以政府借錢去救經濟係呢啲人民唔會反感，又係最容易行嘅方法啦。
但係當一個國家嘅借錢速度超過佢嘅經濟增長速度，即係 GDP 嘅增長呢，一個國債佔 GDP 嘅比率就會上升啦。全球嘅 debt to GDP ratio 咧，由70年代開始不停咁樣上升，好多國家借錢仲快過還錢。日本過去5年 GDP 咧已經平均下跌咗0.08%，但係同期佢嘅債務就上升咗13%，而美國嘅 GDP 只係增長咗2.04%，但係債務就增加咗22%。咁樣得唔得㗎？諾貝爾獎經濟學家 Paul Krugman 咧，佢就話政府唔係唔還錢，而係冇需要還清所有錢。的確，從歷史上面睇咧，政府係唔需要償還呢啲巨額嘅債務。譬如200年前拿破崙戰爭嘅時候，英國嘅政府就同人民借錢去打仗，呢筆冇到期日嘅債券咧就叫做 Consul 永久債券啦。哈哈，係啊，200年啦，英國到依家仲爭緊佢哋1.67億英鎊嘅債。如果 Ring 同美國政府一樣咁樣借錢 ，Ring 會變老，然後就死啦。所以借錢俾 Ring 咧，一定要喺一個特定嘅時間裏面還清。但係政府就唔同啦，政府咧係唔會消失，然後每一代人咧會賺更多嘅錢，即係咧佢嘅稅收無論如何咧都會持續，而政府更加可以借新債去冚舊債。經濟學上面咧，我哋就叫呢個 rollover debt 啦。所以一個國家只要佢嘅經濟增長率咧係高於佢個債務增長率，或者唔過度落後於佢嘅債務增長率咧，繼續咁樣無限借錢，理論上其實係可以可行嘅。所以要做到無限借錢嘅關鍵，唔係要還清啲債，而係點樣控制呢個 debt to GDP ratio 啦。喺度我想你哋幫一幫忙，就係咧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我依家個觀眾裏面咧有大約40% 嘅人已經訂閱咗，我希望呢個 number 可以上到50%。你哋嘅一個訂閱絕對係可以幫到 Ring is Here 走得更遠。唔該晒。好嘅 debt to GDP ratio 取決於3樣嘢。第一當然係 GDP 啦，即係你個經濟成長速度。美國可以不停咁樣借錢，但係同時佢亦都不停咁樣揾錢喎。科技創新吸引人才，美國獨佔咗全球1/3嘅科技市場，貢獻佢哋嘅 GDP 成10%。全球最大市值嘅10間科技公司，有8間都係喺美國。呢8間公司嘅市值已經接近日本加德國加印度加埋法國1年嘅 GDP 啦。第二就係一個國家有冇擁有一個獨立嘅央行同埋貨幣政策啦。如果拜登今日打個電話俾鮑威爾就話啦，你聽日印100億美金咧俾我用，然後咧央行聽日就真係印100億出嚟咩？咁樣嘅話，央行會失去呢個公信力，連帶埋呢個國債嘅信用度都會有影響啦。成個貨幣又點樣保值呢？所以一個國家如果佢擁有一個強大嘅經濟，同時又有一個有公信力嘅央行，咁佢借錢落嚟啲利息就會低啲啦。啱，國債嘅利率直接影響一個國家借錢嘅成本。同樣係借10億美元，加拿大1年俾嘅息咧係4600萬，但係阿根廷嘅利息咧就係大2倍有多。啱啊，同人唔同命，美國就有更特殊嘅地位啦。2戰之後，美國同44個國家簽訂咗呢個布列敦森林協定，取代咗英鎊成為全球嘅儲備貨幣。咁多個國家都需要用美元嚟進行呢個貿易同埋儲備。去到今日，全球59% 嘅儲備咧都係美元，因為對美元嘅需求好大，所以即使佢嘅債務增長速度咧超過佢哋嘅 GDP 增長，佢仍然可以得到相對較低嘅利率咧去繼續借錢。而睇翻美國，佢有23% 嘅國債咧係由外國持有，最大嘅外國債主咧就係日本、中國同埋英國啦。好多呢啲國家都當呢啲美元國債係佢哋嘅外匯儲備。除此之外啦，其他國家亦都利用呢個美元美債作為呢個控制匯率嘅工具。譬如中國係一個出口大國，賣好多貨去美國嘅時候咧，佢就會收翻呢個美金啦。但係佢又需要人民幣去出糧俾翻啲工人，或者去繼續經營佢盤生意。於是佢就會賣出美金換翻啲人民幣啦。成個動作咧就會增加美元嘅供應，同時咧會增加人民幣嘅需求。但係咧對於出口嘅話咧，弱嘅人民幣會更加有利。所以為咗達到呢個目標，中國有時咧都需要買翻一啲美金，令到人民幣嘅匯價咧唔會變得太高啦。而當中國買翻呢啲美元之後，冇理由就咁放喺度咩都唔做噶嘛，最少都要保值賺下利息啦。於是佢就會將呢啲美元攞去買呢個美國嘅國債啦。所以幾十年以嚟就買落好多嘅國債，唔單止中國啦，其他嘅出口大國好似德國、日本都有採取相似嘅策略，保持佢哋嘅經濟穩定，同時亦都保持佢哋嘅出口競爭力，唔會受呢
呢個匯率嘅波動影響。睇翻呢個內債同埋外債嘅分別，內債係指一個政府同自己國內嘅人借錢，通常咧都係用自己嘅貨幣發行。77% 嘅美國國債都係內債，主要係由呢個聯儲局、機構投資者同埋其他嘅政府機構去持有。外債咧即係向外國借嘅錢啦，通常都係用一啲強勢嘅貨幣去計價嘅，譬如美元、歐元咁啦。借外債通常都係因為需要外幣去做生意，而同一時間投資者都中意一啲穩定，而唔係一啲匯率忽然好高或者好低嘅貨幣，所以咧佢哋中意借美金還美金，減少呢個匯率嘅風險啦。但係大部分嘅債務問題咧都係來自呢個外債，譬如阿根廷2018年嘅時候，佢哋有70% 嘅國債啊係用美元去計價，但係當美國加息，阿根廷又經歷50年以嚟最嚴重嘅乾旱同埋經濟危機，投資者咧就開始拋售呢個阿根廷嘅資產，令到佢哋個比索貶值。假設阿根廷借咗1萬美金，一開始咧係100比索去換1蚊美元，但係貶值之後咧就要用500比索咧先換到1美元啦。呢個時候呢筆債咧就由100萬嘅比索變成500萬，即係借1還5啊，變咗好似借大耳窿咁。當一個國家發行自己嘅貨幣計價嘅債券，就算真係冇錢還啦，都可以自己去印銀紙去還錢。但係當你借外債嘅時候咧，唔係用自己嘅貨幣去計，你就唔可以印其他人嘅銀紙啦。你唯有只係可以繼續同人借，或者係違約，甚至破產。美國之所以可以無限咁借，因為佢無論外債定係內債，全部都係用美金，唔會出現一啲咧頭先我講嘅國家喺外債上面嘅問題。但係咧，除咗美國之外，大部分嘅國家都冇咁好彩啦。有啲投資者咧擔心唔同國家嘅債務問題，專業嘅投資者都會利用 diversification， 將資金停泊喺避險資產或者分散喺唔同嘅市場上面，分散投資，分散風險。今日咧多謝 Cecil 去贊助呢段影片。Cecil 支援全球50個資本市場嘅投資，包括熱門嘅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新加坡、澳洲等等。根據唔同國家嘅經濟，佢哋嘅利率週期同埋政策方向，投資者係可以利用 Cecil 呢個一站式嘅平台調配翻自己嘅投資組合，分散地區同埋貨幣嘅風險之餘，亦都可以爭取喺唔同嘅市場上面咧最佳嘅收益機會。如果有興趣開戶咧，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或者睇下面嘅資訊欄連結啦。當然啦，美國就唔係唯一一個借好多錢嘅國家，譬如日本嘅總債務咧佔佢嘅GDP 成250% 以上，即係話咧，全部日本人用呢一筆錢一日3餐都食拉麵嘅話，要食足11年咧先可以用晒呢筆錢啊！日本好多嘅負債咧都係由政府機構持有，即係咧左手賣出去，右手買翻入嚟咁樣。根據路透係指出，日本央行有相對等於呢個 GDP 100% 左右咧嘅日本政府債券，即係話佢嘅實際 debt to GDP ratio 咧其實係大約119%嘅啫，比你頭先見到嘅250大減一半以上。如果咁樣睇嚟，日本嘅債務水平同美國都差唔多喎，而其他嘅國家咧就大約係咁樣。日本央行咧買入大量嘅國債，呢一個動作可以提升呢個債價，降低利率，成功咁樣幫佢咧維持呢個負利率政策。所以成個政策嘅目標咧就係要刺激經濟同埋咧對抗呢個通貨緊縮啦。而日本嘅國債利息佔政府嘅總支出咧，依家係講緊20% 左右，但係其實裡面咧有2/3咧都係放喺佢哋嘅常債基金啊 sinking fund 你睇下，我哋已經咧將舊錢儲定咗去還錢噶啦。呢個 sinking fund 咧嘅作用係俾信心市場，所以日本嘅國債利息咧唔係你睇到嘅20%，而係大減一半10%。相比起其他嘅國家，反而美國同埋中國佢哋嘅利息成本咧更加高。咁美國又點樣控制佢債務啊？美國咧就有立法去限制佢哋未償國債嘅數量嘅，亦都係我哋講嘅債務上限 debt ceiling 啦。但係當每一次就快去到呢個上限嘅時候，政黨咧就會同國會講啦，唔該，可唔可以調高少少啊？搬龍門咁樣，由1960年以嚟咧，已經足足搬咗78次，調高咗呢個上限噶啦。所以我會咁講，呢個上限只不過係一個名義，作用唔大。第二個方法就係美國可以完全唔控制佢哋嘅債務，即係違約啦。但係只要世界對美元有需求，美國對世界嘅影響力仍然強大，呢個違約發生嘅機會咧，其實係好微嘅。歷史上面曾經發生過嘅主權違約嘅國家有俄羅斯、阿根
根廷、希臘同埋烏克蘭。主權違約係會重創一個國家嘅經濟。以希臘為例，違約之後嘅11年啊，佢哋嘅人均 GDP 咧仍然係比佢哋高峰嘅時候低足30%。另一個方法就係頭先我哋講嘅緊縮政策、新自由主義啦，減保障、減醫療、減國防、減教育嘅支出。但係佢 cut 完一大堆支出，美國轉頭又喺另外一邊咧，又要俾錢啦，資助唔同嘅法案，或者好似我哋頭先講嘅諾貝爾經濟學家就講到，美國根本咧永遠係唔使還清佢啲債嘅，國家一日喺度，長借長有啊。好啦，咁整體呢個國債危機對投資者嚟講，我哋有咩嘢要注意呢？我哋嘅長期影響又係點呢？債務危機對一啲產業咧，其實影響會較大嘅，譬如金融、房地產，因為佢哋對債啦同埋利率嘅敏感度係最高。而相對嚟講，影響較細嘅產業咧，就係公用事業、必需消費品等等啦。咁大家亦都要小心一啲高債務比重嘅公司，即係我講嘅僵屍公司啦。僵屍公司咧係一啲負債累累，就算賺埋嘅收入都係僅僅繼續夠經營去還債嘅一啲公司，但係佢哋永遠都冇辦法還清嘅喎。呢啲就係典型嘅僵屍公司嘅股票啦。唔係每一間公司喺跌市大減價嘅時候咧，你都可以衝去買，就好似買衫咁樣，穿咗個窿，就算減價你都唔會買啦。要判斷一間公司有冇穿窿，減價之後係咪真係抵，就要知道點樣揾佢呢個股票嘅真實價值啦，同埋分析佢嘅財務健康。我哋豬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今日開始1連5日推出呢個8折嘅優惠課程咧，有教你點樣睇財報，計翻公司嘅財務數據，仲有教你做自己嘅股票估值模型。有興趣咧可以留意下呢個連結啦。就算呢個美國嘅債務唔爆，不停咁樣發生債同埋量化寬鬆，造成通脹、美元貶值，好肯定就係呢個瘋狂借錢之下嘅副產品。過去10年以嚟咧，美元已經貶值咗32%，而一啲最誇張嘅情況之下，好似委內瑞拉咁啊，通脹得太多，要咁多錢先可以買到一隻雞。面對債務危機、美元貶值嘅風險咧，作為投資者應該強調買入一啲對抗通脹嘅資產。典型嘅抗通脹嘅資產就有房地產市場嘅 REIT 啦，防禦性行業裡面嘅收息股，或者咧黃金啊、銀啊呢啲貴金屬、商品、外幣或者係加密貨幣咧，都可以幫你抗通脹同埋抗呢個美元嘅貶值，同時亦都可以分散風險。暫時我就睇唔到咧有呢個即時美債爆煲嘅可能性嘅。喺亞洲市場上面，可以用同一個平台同時投資喺唔同地區、唔同產品嘅選擇咧，唔係太多。Saxo 咧就係其中一個啦。譬如外匯交易咁，無論係主要貨幣定係次要貨幣，你都可以喺 Saxo 度揾到。最近咧，佢哋嘅熱門市場嘅手續費咧，亦都大減價。譬如日股低至88日元，美股咧亦都低至1個美元，英股低至3英鎊。詳情咧可以睇下資訊欄啦。咁債務高又點樣影響貨幣呢？投資貨幣嘅人咧就要更加留意啦。高債務同埋大額嘅貿易赤字可能會令到投資者對呢個國家嘅經濟咧失去信心，從而咧就會推高呢個國債利率，甚至會拋售呢個國家嘅資產，造成呢個貨幣貶值、高通脹等等嘅惡性經濟影響。如果你哋想睇定少少先入市投資咧，依家擺喺 Saxo 戶口裏面未有投資嘅資金，咩都唔做都會有高達4.5% 嘅利息，仲係每日計息，冇鎖定期，冇最低嘅投資要求同埋利息上限，比坊間唔少嘅券商咧更加好。所以如果你哋想觀望下市場，等下一次嘅投資機會，賺下息都唔錯啊！可以 click 下面連結睇睇啦。你哋又覺得邊一個國家最有可能會引爆下一個嘅債務危機呢？ A 美國， B 英國， C 日本， D 中國， E 其他。留言話俾我聽啦！